你好，这是流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佛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面包，这个面包有3个特点，特别推荐给你。第一，不加糖，不加一滴水。第二呢，做法超级简单，手不沾面，更不和面。第3点呢，是特别健康，做出来的面包相当蓬松，真好吃，真香。哥哥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的坎坷多，我爬上了哥哥的脚。哥哥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的坎坷多，我爬上了哥哥的脚。首先来制作苹果汁。是的，就像你想象的一样，我们用苹果汁来和面，不加一滴水，也不加牛奶，更不加糖。准备苹果和和面呢，是在昨天晚上进行的。拿2个苹果去掉皮儿以后，先切片，再改刀切成丝，最后切成丁，然后放到破壁机里边榨成汁儿。接下来量取400毫升苹果汁，下面呢，我们再用这个苹果汁来和面。在5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5克盐，增加筋性，5克酵母，然后用硅胶铲将干粉混合均匀。再打进2颗鸡蛋。先用硅胶铲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。接下来加进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苹果汁儿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。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，然后加入30克植物油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均匀。采用晚上和面的方式呢，目的就是想利用水合法和低温发酵法，使面团在不用揉手套膜、不用揉面的情况下自动形成面筋。盖上盖，放到冷藏室里进行低温发酵1晚上。这样呢，晚上我们的准备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现在开始去睡觉。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之后，看看发酵了7个小时的面团，满满的蜂窝状。用硅胶铲充分搅拌一下，给面团排气。充分的排气有利于2次性发。接下来装模具，我这个模具底下有3个眼儿，因为面糊比较稀，在底下垫了一层油纸，防止漏液。然后将面糊倒进模具里边，用筷子在表面划一划，能使表面比较平整。盖上保鲜膜，下边进行2次性发。
二次醒发完成之后，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70度预热5分钟。判断二次醒发是否完成，不看时间，看面团的体积。你看模具中面团的体积明显比以前胀大了 1.5 到2倍，这就说明已经完成了二次醒发。在进炉之前，首先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油，这样呢能使烤出来的颜色更好。盖上锡纸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表面烤得过干。日本制造的这个锡纸非常好，一面是不容易粘连的，将不容易粘连的一面与面团相接触，这样面团胀起来以后也不会有面团粘到锡纸上。到这里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结束，将烤盘直接送进烤箱。下面我们来烤制面包。170度烤制25分钟。到点了，出炉了。你看这面包烤得多么漂亮啊！下面我们开始脱模。因为非常烫，一定要戴好手套，注意烫伤。用面包刀在模具的周围转一圈，然后把模具倒过来，就很容易脱模。这款面包没加一滴水，也没加一点糖，做出来呢相当蓬松，吃到嘴里的感觉是特别香，越嚼越有味道，越嚼越有食欲。所以呢，非常推荐给对糖过敏的朋友，以及老人孩子吃这款面包对身体也特别好，特别推荐给你。并且呢，你看到了，做法也相当简单，根本不用揉面。来看看，苹果面包做好了，不加一滴水，不加一点糖，手也不沾面。你看烤的面包多么漂亮，厨房满满的苹果的香味儿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。你看这个面包呢，特别蓬松，特别软。外表脆脆的，里边呢相当软，淡淡的苹果味儿，一点没有糖分，一点也不粘牙。真好吃，特别蓬松。哇，做出来的感觉就像那个发糕一样，小麦的香味儿，苹果的香味儿，越品越嚼，苹果的味儿越浓，你的味蕾就被刺激到了，食欲马上就上来了。吃了这一口以后呢，马上想吃下一口。哇，真好吃。它这个松软豆像那个馒头那个松软豆一样，你看特别蓬松。哇，一点糖没加，并且不加一滴水，完全是苹果汁做成的，所以呢特别健康。哇，这么好吃！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呢，吃这个面包，孩子偏食，孩子不吃水果的毛病
也可以得到改善。老人吃这个面包呢，牙口不好，因为特别蓬松，吃这个也非常好。你看这个大面包真过瘾，中午上班带饭的也没问题，棒棒的，杠杠的。好，请你吃苹果无糖面包。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